哦，我亲爱的公主啊，嫁给我吧，李斯兰小姐。从今天开始，当你 shopping 时，我帮你刷卡；出国时，我帮你提行李；生气时，我当你的出气包；当你说一时，我就不会说二；说二时，我就不会说三；说三时，我就不会说四。那如果我说闭嘴呢？那我就……而且我跟你保证，绝对不会有小三、小四、小五、小六。你是我的唯一，我将永远珍惜你、守护你。所以李思然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当我一辈子的妻子吗？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套上这枚戒指，你就是我的了。我愿意，我愿意，我明子，我明子，我愿意。大小姐，起床啦！妈，你为什么要现在过来啊？我进来还要挑时辰啊？不是啦。妈，刚刚有人在跟我求婚嘞。啊，对对对，刚刚呢又有人跟你求婚了，然后从此王子跟公主呢就一起携手共度快乐的人生。对对对，小说就是这样写的。小说里面没有写的呢，就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哦，妈，那煞风景哎。拜托大小姐，我只是实话实说好不好？你都几岁了，还每天给我看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小说？我告诉你，现实生活里面的没有完美的爱情，这些都是骗人的。哎，那是你太不懂浪漫了啦。无论如何啊，爱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告诉你啊，你不准给我乱交男朋友。妈，你都不知道，我那些同学他们在高中的时候，男朋友都不知道交过几个了哎。我现在都上大学了，男朋友才一个都没交过，我赶不上进度了啦。我真的受不了你们这些小女生哎，什么都搞不懂。这个现实生活里面的状况呢，就是现实生活中，经理，你好像要去上班了。好，我去上班，但是你给我准备快一点哦。今天开学第一天，你要给老师好印象，知道吗？好，我知道，拜拜，拜拜。哎，好，快点准备。这世界上一定会有完美的爱情，也一定会有完美的情人，而我就是那个完美的女主角。期待那个完美的男人赶快出现来爱我。熬到18岁，上了大学，终于可以交男朋友了。可是该怎么交男朋友呢？我的完美情人在哪里呢？是他吗？这么喜欢念书，以后可能是教授，那我就是师母了。算了，这个应该是书呆子。一定就是他了，他是我的菜，一看就是文青。我就说嘛，好男人都被订走了，我才大一耶，竞争力低落，真不公平。这个运动型的我喜欢。Oh my god！ 不会吧？我的完美情人到底在哪里呀？
这不是我的。请问我有这荣幸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当然可以。人呢？我天哪！为什么上天给我一个这么好的礼物，我却没有好好把握？欢迎家庭大师洪英正老师。看了这个主题剧啊，我想每一个人呢，也都好像回到恋爱的时刻啊。那个不晓得大家平常在这个生活当中哈，羡不羡慕像这样一种浪漫，这个一个转角，然后就邂逅了一个恋爱的对象，你蛮向往这种浪漫的这种爱情的，我们就举个笑脸好不好？哎呦是，哎呦对啊，有2位好像跟人家不太一样啊。好，谢谢，好像多数都很羡慕您呢？您为什么觉得好像并不羡慕呢？这种浪漫太幻觉式了，就是破了这个常识，很多都是自我拼凑出来的，是，对不对？脱离现实。好，那6号的好朋友，您好像也是不向往，没有向往过，一直在考试中。我比较要理解，可能有共同的兴趣或者是那种价值观，我才会觉得这个我可以长期相处。所以你是非常理性的。对，可能你交往的时候会有一个那个清单啊，就是要通过哪些，可能有一点，有一点哈。不过我们其他几位都是会的哈。来，我们先来请教一下2号的好朋友，我看你刚刚举牌啊，非常的迅速啊，为什么呢？就觉得很浪漫啊，有那种就是电影里面都是这样演，非常浪漫的邂逅，然后2个就那个一见钟情，然后就交往。那有发生过吗？有啊，真的有啊，真的有啊，实际上有发生过啊，就是国中的时候。那妈妈对他这种幻想，您的看法呢？会不会觉得这个我们这个好像不管电视剧啦、偶像剧啦，对不对？很多小说啦等等，这个写出来的都是脱离事实的。是脱离事实啦，但是我们有这个梦想跟这些浪漫的实际，我们的生活才会过得很丰富嘛，然后才会更加的多彩多姿啦。原则上是这样子啦，所以你也不反对他去有这些浪漫的想法，但是还是要透过观察，对，边观察边浪漫，可以有那种情怀，是，但是也要很理性，对不对？是的，而且要把自己保守在一个适当的状态。是。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媒体上很多呈现的这些爱情的一些说明或者是剧情内容，其实很多时候呢都只强调某些好像要给观众的，对不对？但是很多负面的东西呢，其实并没有出现。特别有些，譬如说，因为太早进入某些很多亲密的关系里面所带来的伤害，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家长可能以前有听过长辈说，不要太早就让我做阿公啊，意思就是说，可能在爱情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风险存在。刚才老师讲前面的一些，我发觉现在是因为小孩子他们的心智生理都不成熟是所以我们就会担心他们这样子一系列这样交往会造成一些状况，这么早就有恋情了，会影响到功课。没错没错，不知道老师怎么？对，这里有一个理论人有3个需要，一个就是生存的需要，吃喝拉撒睡，对不对？一个需要就是关系的需要，人有关系的需要，还有一个比较高层次就成长的需要。好，那有一个学者呢，一个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叫阿德弗，他就说人这3个需要应该要循序渐进的发展。可是呢，有些人譬如说在往上发展的时候，他发展不上去的时候呢，他就会以这一个下一阶段这个需要来当做他最主要的经营目标这个理论叫挫折回归了。所以简单讲，像有些人，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像说书念不上去，书念不太好，那他会怎么办？他还是要找到自己的意义对不对？他证明自己是不错的，所以他就会在关系上面努力的去发展，努力的去表现。你看有些孩子他在我想国中阶段、高中阶段，其实是我们升学压力很大的时候，对不对？也就是说，在学生的角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学习，对不对？当然人际关系也是一种学习，对。但是当有些年轻的朋友，他在这个成长上面呢，他好像遇到一些挫折了，对不对？书念得不太好在班上比较没有成就感好像是比较后段的边缘的。你有没有一种这种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他开始呢会在什么？会在这一个人际关系上面呢，
很努力的去经营，对不对？那在情爱上面，弄得好像非常的活跃啊，功课影响到了，对，结果功课就怎么样，垮得更厉害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那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呢，他一直在这一个好像情爱的泥淖里面在那里打滚，所以很多人呢就是在发展上面呢，如果上不去的时候，很可能就在那个关系啊，就不断的陷入那个泥淖里面。可是我跟老师就是跟大家看法有点不太一样，是就是我觉得其实好像每次谈恋爱都对我们而言其实是一种冲撞，是。那有冲撞之后，你才会有一点改变。那通常对我们男生而言，通常大家都说女生比男生就是在同年龄的话，女生比男生更成熟。是。那也是因为谈过恋爱之后，男生才会变得更成熟，我们才会懂得如何对别人负责这件事情。所以就是不管是家长们听到说，可能我们心智还不成熟，那我们当然我们是利用恋爱这个关系，我们去对别人有依附的感觉，我们开始对这个人负责任，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我们是有责任感的，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安全感。是，从这个恋爱当中，我们也可以在下一次恋爱，不管是最后分手，或是说继续走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恋爱的本质，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恋爱是美好的。我想很多人也会说，好像也有道理哈。不过这个地方我觉得有3点我们一起来思索一下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青少年阶段呢，最重要的我们的两性的这个关系，两性的一些所谓的在人际上面的一些各方面的身心的一种互动方面，我们是不是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其实他是处在一个非常狂飙的阶段。他自己本身身心的一些变化，连当事人自己有些时候都没办法掌握啊。也就是说，你看很多，你还想起你们在当国中生、高中生的时候，有时候好像心情都变化不定啊。有些时候好像也没什么特别事，心情又特别糟啊。进门的时候还说妈我回来了，对不对啊？结果呢不到3分钟，妈说吃饭了啊，他说不吃，对不对啊？忽然间好像整个人就变化啊。那这是一个。那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我们在某一些年龄层的时候，我们对别人其实就像您讲的，我们可能还没有那个能力有负责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格。就像你年纪轻的时候，为什么社会会禁止你不让你譬如说取得财务上的贷款的资格，对不对啊？因为你还没有那一个能力，你没有那样的一个条件去做负责任的行为啊。我觉得是第二个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呢，就是当我们经历了一些失败的或者是痛苦的爱情以后，其实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可能回到原来的那个样态？其实我们也许可以理性上自我去调试啊，可是，在情感的那一个所谓的你知道吗？那个脚本里面，有时候我们是回不去的。那我们不是禁止，因为就像我说的，爱情确实是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元素。可是呢，怎么样子经营一个健康，而且呢，就是说，利人利己的一个爱情，却是呢，我们要一起来寻求的。